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穿越回1990年，与周迅、王一博看一场新浪潮电影。8月的日头很大，但呼和浩特刮时依然流露出一种北方的萧瑟。在郊区的一个旧工厂院里，导演张大磊正勾头盯着取景器，工人们正从院中将亚运会吉祥物盼盼卸下。一位年轻人入画，长发，夹克牛仔裤，背一个大旅行包，似乎刚从远方归来。他来工厂找工人陈哥，递给他一本诗集，陈哥翻看起来，诗人局促看向远方。另一边，收发室女工小周百无聊赖，正从传达室好奇地往外一瞥，这是两位色无意间相逢的时刻。片中小周与青年诗人分别由周迅与王一博饰演。呼和浩特从下午开始慢慢变凉，大磊导演在镜头前反复看，反复调整，这同一个镜头要赶在夕阳彻底消失前再来一次。傍晚来临，这场戏终于杀。这是短片《我的朋友》拍摄现场。我的朋友回溯了导演张大磊的个人程回忆，聚焦1990年北京亚运会结束后的秋天，以一位普通女工的视角重拾那个时代的观影记忆。张大磊成长于内蒙古电影厂大院，其处女作《8月》在第10届 FIRST 影展崭露头角，下午过去了一半，获得第71届柏林电影节短片银熊奖。片中传达室女工与年诗人则由 First Frame 第一镇单元年度推介人、演员香奈儿品牌形象大使周迅与王一博共同演绎，这是他们第3次合作。我的朋友幕后纪录片，周迅和王一博则是第1次与张大磊导演合作。对于导演来说，周迅早就是他的文艺片女神，在他身上看到一个演员长期的素养和职业性。导演也第1次接触王一博，作为年轻演员，他安静专注，在现场反复揣摩导演的要求。短片中，周迅饰演的收发室女工小周生活按部就班，被亚运会带来的集体狂热点燃，但随着亚运的结束，只能与热情告别。王一博饰演的年轻诗人经历了远游与理想主义，但不得不回归日常。故事的最后，遗失的热情在电影院中被重新点燃，分别的心灵再次凝聚。这使人不断重复的际遇所昭示，遗憾与分离贯穿始终。新的相逢也会再次出现，可个人的生命之河所遭遇的起伏并不相同。我的朋友是 First Frame 第一镇单元的最新宣言短片。First Frame 由香奈儿携手 First 年电影展共同开启，并设立 First Frame 第一镇年度影像荣誉，旨在关注华语年电影人作品中的多元女性形象，鼓励女性主题的影像书写。在这个单元里能看到很多年轻导演和他们最新的创作，也想借由这个单元推荐给大家。香奈儿一直和电影有非常紧密的连结，也一直在帮助世界各地的女性电影人和年轻电影人。周迅看中这个单元的价值。香奈儿通过与翠卡电影节、多伦多电影节、韩国釜山电影节等全球多个电影节展和机构的合作，聚焦女性主题创作，鼓励多元表达，支持着电影行业多元化的新生力量。1990年，全中国有一次深刻的集体记忆。中国第1次承办亚运会，举国干了一件举世瞩目的事。标志性的吉祥物盼盼出现在街头巷尾，每天电视上播出庆祝歌曲，那是标志1990年代开端的一个盛大节日。等盛会落幕，巨大的盼盼模型开始逐一被拆除。欢庆声还在记忆里，但节日结束了，从历史往前张望，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开始。导演把整个短片故事架设了在这个背景里，是对90年代的第一个深刻记忆。他选择内蒙，也是因为熟悉这里，知道人们生活在此的轨迹，也更容易找到一些被遗忘在90年代的角落。呼和浩特这座北方城市有点苍凉，凋零里带着一种过去的浪漫感，它被真正的草原包裹，天幕辽远低垂，人很容易意识到自己只是广阔世界中的一粒沙石。对于过去，张大磊印象最深的总是冬天。
天黑得早，同学们一起放学，一起穿过树林，走在雪地上，天色已暗，四周巨大而空旷，就莫名涌起一股悲情来。浑厚、凋敝，北方的1990。在这个时代环境里，故事是以周迅饰演的工厂收发室女工小周的生活脉络为线索展开的。作为一名普通的工厂青年，在90年代，她很可能是女成母业，每天做的事就是守在门卫室，收发报纸，等待下班。亚运会给她压抑的生活带来一丝喘息，但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只能按照母亲的作息去生活，甚至不能看完亚运闭幕演出。时间在她身上慢慢流淌着，随着亚运的结束，生活似乎又回到从前。直到她透过窗框无意瞥到本文开头的一幕，陈哥在读诗，诗人局促地等待着。这里导演给了全片唯一一个主观镜头，然后画面切回小周，她哼着闭幕歌曲，表面若无其事，但已感到新鲜事物的到来，远游的青年，嘉峪关，文学。片中只是选取了一个普通女工的最简单的生活片段，但它不是封闭的，而是指向着那个年代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结构。如今回望，那是处在新旧时代交替的节点，但导演没有选择通过强烈的冲突或把女性符号化去诠释那个时代，而是通过刻画一个女工日常情绪的微妙变化，一点点无聊、苦闷、好奇和期盼，去唤醒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感受。这是一个普通女性的事，在自身与外界变化产生的某种矛盾中，新的感受方式出现了。而电影成为一个通道，追随女主角的眼光，带领我们重新看待一切曾被符号化、标签化的东。它们都是逼仄中透进来的光。First Frame 第一帧的理念也在于此，通过关注华语年电影人作品中的多元女性形象，鼓励女性主题的影像书写，去扩展更鲜活、更多元的当代叙事，去记录不同时代的女性。在厂里巨大的盼盼雕像被拆除的这天，小周碰见了王一博饰演的青年诗人。他的造型参照了海子，或者说那个年代的诗人们。80年代，作为理想主义的代表，诗人们带着精神上的桂冠。张大磊说，那时的理想主义者对土地、对天地间的大物有深情。80年代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激情的年代，桎梏撕开了口子，文学和艺术都对个人经验进行极度扩张，出现了一整代极其高涨的创作热潮。而在90年代前后，诗歌的地位产生了根上的动摇，精神价值开始重新校准，用诗歌彰显个体生命经验这件事，与社会的、文化的具体需求出现了矛盾。在1990年的前一年，中国文化圈最惊心的一件事是，海子在山海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张大磊聊到这一点时说，非常理解他身上的勇敢，这是一位创作者决定为理想去烟消云散，这是为个体完成自我，也是为诗歌的魂灵献祭。只剩活着的人们沉浸在惊痛中。1990年，亚运会开始向全世界展示一个新的中国面貌，而对短片里这位青年来说，从个人生活那些细小的褶皱来说，他回来了，从世界的边缘或者想象中回来了。这个角色当然有某种不勇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的回归，从山海关或者嘉峪关，从青海或者沙漠，回到一座城市，并不能仅仅看作理想主义的破灭，因为他出去看到的世界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像所有青年的自我探索一样，他的困惑无解，有时并非碰到了世界的边界，而是意识到了自己的边界，需要找到新的生长方式。张大磊知道青年诗人的不甘心，他要他不甘心。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站在平均值中，承认了自己的不勇敢以及有限。这角色串起一个时代的长镜头，在那样的日子里，亚运会是一个出口，青海湖是一个出口，麦子地、嘉峪关也是，诗人们因而出走，去看了辽阔之地。在那一年，青年女工和青年诗人不会知道接下来一个不同的时代正在酝酿。他们是无数普通人中的两个，偶然相识，在于电影院相遇，之后将继续各自的人生。在最后电影院相遇的那一幕里，女工已经从旁人那里听说了诗人的故事。
他走进电影院，坐在诗人身后，渴望和他有进一步的交流。两人聊了几句后，旁边的工人探过头来问诗人：“你认识他？”诗人犹豫了一下，说了一句：“我的朋友。”此刻，两人完成了某种认同。女主从男主身上，也许想到了更大的海、更远的地，模糊意识到工厂墙外更辽阔的东。男主坐在黑暗中，从电影400集中再次看到曾经认定和追求的东，也对小周产生了亲切。两个热情被压抑的年轻人，在电影院里得到了某种释然。周迅成长在那个变革期，对他来说这个角色不难理解。我觉得故事里的小周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有生活的压力，但又能拥抱生活。他喜欢音乐，期盼着亚运会，是一个很有责任感也很有仪式感的人，那个时期很多女性的缩影。他想要拥抱生活，但受教育机会有限，只能每天按部就班。周迅用了平静自然的状态，演绎一位普通女性如何从一些微小的事情上维持着内部偶然的一些汹涌。对于90年代出生的王一博来说，揣摩一位80年代末的诗人更加难一些，这是一个离他生活很远的事物。诗人必须有着独一无二的人格，此刻他必须注视一位与他生活在不同时期和心境中的青年，去找到通向他曲折内部的细节，将这位头发蓬乱、衣着不太合身，像北方一样风尘仆仆的青年变成一个具体的指向。这角色串起一个时代的长镜头，在那样的日子里，亚运会是一个出口，青海湖是一个出口，麦子地、嘉峪关也是，诗人们因而出走，去看了辽阔之地。电影则是更多普通人在日常重复中可以往外观看的望远镜。电影安慰了曾经走不了太远的时期，电影也想象了那些可以走得更远的时刻。张大磊对80、90年代的迷恋一直贯穿在他的几部电影里，用精准细节构筑过去，借以描绘他心中关于理想主义的萌生、蓬勃和变形。一个任性的导演，不愿意时代这辆列车一去不回，要将真实的过去从迷雾中拉回，擦擦上面泛起的水汽。从他的电影里来看，理想主义的同义词也是诗性或诗意。他必须在日常之外，赋予人们的冲动以更高的动机。我们再次回到那个翻看诗集的黄昏，在金色光线下，两位热爱文学的友人，当然知道一些重要的诗人离开了，也知道青年人的回归意味着什么。人们不断地在轨道上做出选择，分岔口真的通向不同方向吗？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